芯片霸权中有解，东方电力破重围，磁源万亿成新锚，物联网里续金潮，资金抛售如潮退，企鹅阿里谁能飞？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好资本频道的深度解码。今天这期内容有点硬核，但保证让你听得懂、记得住、用得上。咱们聊两件事。第一，中国人工智能、算力、磁源、物联网，未来5年到底怎么演？阻力在哪儿？机会在哪儿？第二，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大巨头，业务能不能吃上 AI 这碗饭？股价是不是被市场错杀了？2026年的春天，地球这头的东方，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5周干翻了美国，阿里 Quant、小米 Mimo 皆跃星辰，全球前6名全是中国造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咱们的科技树终于点满了，一片欣欣向荣？但您再看资本市场这边，画风突变，阿里巴巴业绩出来，云业务涨了 36%，AI 收入3位数增长。结果呢？腾讯去年赚了7500多亿，AI 投入翻倍，结果呢？市场把他俩股价一起踢下山。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，把这中国 AI 的蛋糕掰开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肉，顺便也给腾讯和阿里把脉，看看他们的股价究竟是被高估了，还是被那帮只看短期的基金经理给误诊了。第一部分，中国 AI 3重奏：算力、磁源、物联网。先聊算力，能源优势如何变成算力溢价？什么叫算力？简单说就是大脑转的有多快。你让 AI 写首诗、画张图、分析财报，背后都是算力在跑。但算力不是凭空来的，它得吃电，这叫智能时代的粮食问题。黄仁勋说过一句大实话，数据中心的本质正在变成生产磁源 token 的 AI 工厂。什么意思？以前数据中心是存数据的仓库，现在是产智能的车间，而车间要开工，第一要素是什么？电力。中国在这块有个隐藏外挂，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超1万亿千瓦时，全球第一。46条特高压通道把西部的风光绿电送到东部，西部数据中心用电成本低至 0.2 元每度。这叫啥？这叫用能源优势对冲算力焦虑。欧美数据中心一度电 0.8 到 1.2 元，中国西部 0.2 元，同样跑一个 AI 任务，成本差4到6倍。你说全球开发者用脚投票会选谁？接下来聊一个你可能陌生，但未来会天天听到的词：磁源 token。简单说，磁源就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颗粒度。你问 AI 一个问题，它回答你，中间消耗了多少思考单元，就用磁源来计量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你开车加油，以前按升算，现在按公里数算。磁源就是智能服务的公里数，磁源就是智能时代的计价单位。2024年初，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1000亿，2025年底跳到100万亿，2026年3月突破140万亿，2年1000倍增长，这叫从尝鲜到刚需的质变。但这里有个坑得提醒大家，调用量不等于创新能力。就像买车，有人看重100公里油耗，有人看重0-100加速。中国模型的优势是省油，同等任务成本可能只有美国模型的1/16。美国模型的优势是提速，在前沿探索基础创新上仍有领先。但商业世界往往够用就好。当海外开发者发现用中国模型任务能完成，成本还便宜，他们会选谁？磁源经济的核心逻辑是，开发者按调用量付费，模型厂商按消耗量计费，形成使用及付费、价值及结算的闭环。阿里巴巴专门成立了 Token Hub 事业群 ，CEO 吴永明亲自挂帅。为什么？因为谁掌握了磁源的定价权，谁就掌握了智能时代的收费站。好，智能有了，电费便宜了，磁源能交易了，但最后一步怎么落地？答案是物联网。当云端智能遇见物理世界，工信部说了，到2028年，中国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要冲100亿级，100亿个设备每个都在产生数据，需要智能。核心产业规模破 3.5 万亿。但这里有3座大山，第一座数据孤岛，第二座安全合规，第三座投资回报。所以未来5年谁能赢？不是参数最大的模型，而是最懂行业的解决方案。这叫啥？这叫从技术驱动转向场景驱动。智能不是炫技，是解决问题。所以物联网不是设备联网那么简单，而是智能嵌入。黄仁勋提出的5层蛋糕模型，拆解为5个层级：能源、
芯片、基础设施、模型和应用，每一层都相互依赖，每一层都面临独特的挑战。未来5年，谁能提供硬件加算法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，谁就能吃到产业数字化的大蛋糕。聊完产业，再看企业，先看阿里巴巴。如果把阿里比作一艘航母，电商是甲板，云业务是引擎， AI 就是导航系统，全站 AI 的商业突围战。2026财年 Q3， 阿里营收2848亿，同比增长 9%， 阿里云外部收入破1000亿，增长 36%。 更关键的是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10个季度3位数增长，这叫第二曲线已经启动。阿里的独特优势在哪？4个字，全站自研，是不是有点像苹果？底层平头哥芯片累计交付47万片，60%服务外部客户。中层通1000问，月活用户破3亿，深度接入淘宝、支付宝、钉钉。上层百炼 MOS 平台，企业按词源调用付费，降低使用门槛。应用层悟空工作平台，把 AI 能力嵌入企业工作流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开餐馆，从种菜芯片、炒菜模型、摆盘应用到收银商业化，全部自己掌控，别人还在外包采购，你已经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路。当然，阿里也不是没有挑战。1. 竞争加剧，字节、腾讯、百度谁都不是吃素的。2. 投入周期，大规模算力投资，短期可能压制利润率。3. 监管不确定性，数据安全、算法备案、合规成本在增加。那问题来了，市场担心的费用高、利润薄，是短期阵痛还是长期隐患？那就要看估值，用3个估值逻辑。PE 市盈率，阿里约19倍，美股科技巨头平均25到30倍。PB 市净率，阿里2倍，腾讯3倍，美国公司8倍。现金流 DCF 模型190到250港币。摩根大通最近发了份挺狠的研报，说现在市场给阿里估值只看他那个国内电商，以2027财年约1960亿元的国内电商利润和约10倍市盈率计算。至于阿里云还有那个即时零售，对不起，市场给的价格是0，这可能吗？阿里云上个季度收入涨了 36%， AI 产品连续10个季度3位数增长。阿里巴巴管理层放话了，5年内 AI 与云收入要干到1000亿美元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按摩通的说法，仅云业务一项就值4000亿美元，而阿里现在整个公司的市值还不到3000亿美金，这叫买电商送云服务，还到找钱。而且在消费端，阿里的 AI 变现路径比腾讯还直接，腾讯还得绕个弯做广告，阿里这边 AI 直接就是超级导购。以前你在淘宝买东西是人找货，以后有了 AI 是货找人，甚至需求直接变订单。你说我想给女朋友买个生日礼物，预算500，AI 直接帮你搞定包装、贺卡、定时送达，这中间的转化率比传统搜索高多少倍？阿里的核心矛盾是短期投入与长期回报的时间错配。市场现在因为阿里搞社区团购，投 AI 导致利润下滑就砸盘。如果未来2到3个季度云业务增速和利润率持续改善，云服务一旦规模效应起来，那利润率可不是卖几件 T 恤能比的。市场情绪很可能从担忧费用转向认可价值。聊完阿里，再看看腾讯。如果把腾讯比作一个超级社区，微信是主干道，游戏是游乐场，广告是路边摊，云服务是快递站。2025年，腾讯营收7517亿，同比增长 14%， 游戏收入2416亿，增长 22%， 海外破100亿。微信月活超13亿，用户时长和粘性依然遥遥领先。腾讯的护城河在哪儿？就这4个字，微信生态。DMAU 比率，日活跃用户、月活跃用户比率 82%， 竞品普遍 30% 以下。用户日均使用频次40次，是竞品的8到10倍。还有聊天、支付、小程序、视频号、搜索都无缝衔接，你想搬走，成本太高了。腾讯的基本盘稳如泰山。腾讯的 AI 战略核心是生态整合： 1. 广告 AI 优化定向、竞价、创意，提升广告主 ROI。 2. 游戏自研引擎加 AI NPC， 提升沉浸感与开发效率。 3. 企业服务企业微信，腾讯会议集成 AI， 提升客户粘性。腾讯不需要烧钱获客，因为它只需要在微信里轻轻一点，
就能把新 AI 功能推给10亿级用户，这叫流量优势的降维打击。要看清腾讯估值的底牌，关注3个关键词：一、确定性，游戏、广告、支付、现金流稳定，抗周期能力强；二、稀缺性，微信的社交关系链难以被替代；三、股东回报，持续分红加回购，提升每股内在价值。腾讯当前市盈率14到17x， 而历史3年分位 35%， 处于历史偏低区间。DCF 估值保守下限430到480港元，悲观情景高折现率，合理中枢620到700港元，基准假设主流共识，乐观上限850到950港元，增长超预期低折现率。腾讯就像一只蓝筹基金，它可能不会1年翻倍，但每年稳稳给你8%到12%的回报。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，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溢价。说了这么多好话，我得给各位泼冷水。投资不是请客吃饭，风险得自己扛。第一，心痛，这是悬在所有中国 AI 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没有最先进的芯片，一切高楼都是沙上筑塔。第二，短期账本，腾讯和阿里确实在砸钱，而且接下来1-2年利润率肯定不会好看，短期盈利空间确实有限。第三， AI 代理人们能否落地？现在的 AI 智能体真要大规模商用，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还一大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长期主义者，这些风险恰恰是低价上车的门槛。什么叫错杀？就是市场因为短期的可克服的困难，抛售了长期的不可替代的资产。腾讯的微信生态，阿里的云基础设施，这些东西就算没有 AI 也是现金牛，有了 AI 就如虎添翼。虽然现在还在适应翅膀飞得踉踉跄跄，甚至摔了几个跟头，股价下跌，但你不能说他们不会飞。最后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：第一，中国 AI 产业正在从参数竞赛转向场景深耕，算力是基础，词源是锚点，物联网是落地，三者缺一不可。第二，阿里巴巴和腾讯，一个像进攻型前锋，一个像防守型中场，适合做我们投资组合的基石。第三，市场的短期波动往往源于时间错配的认知偏差，而长期的价值终将回归生态壁垒与商业闭环的本质。算力困局中有道，词源经济正燎原，双雄砸钱非败家，只为买下天下权。如果你今天的内容有收获，请一键3连，谢谢。